我喜欢江石彻，喜欢了5年，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很好的人。可是直到他的初恋回国，他把为了白月光我送他的小猫一脚踢得半死不活时，我就觉得我喜欢的人也不过如此，所以果断抽身离开。异国他乡，我们再次见面时，他一身颓败之气，哭着跪在我面前说：“求你别离开我。”身边的男人一把搂住我，轻蔑地看着他：“宝宝，他是谁啊？”我看着医生给钱钱做着各样的检查，一种无力感席卷全身。这一瞬间，觉得对江石彻仅剩的那点喜欢也消失不见。钱钱是我送给江石彻的，只因为他随口说了一句：“有只猫好像也挺好。”我几乎踏遍了全市的宠物店。他比我大2岁，是我的直系学长，也是我班级的临时代班。大一刚开学举办的迎新晚会时，有很多同系的男生灌我酒，那时我们都不熟，也不好意思拒绝。我皱着眉，刚要抬手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，就被江石彻拦了下来。他说：“别总让小姑娘喝酒，我陪你们喝。”他很厉害，到最后都没醉，还很贴心地把我送回寝室。他温柔体贴，金贵高傲，这样的人谁不喜欢呢？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像个小尾巴一样跟在他的身后。天气热的时候，我跑得满身汗，给他带冰咖啡，冒着大雨给他送伞。他喜欢的手办我也要熬好几个夜给他抢到。毕业为了他，孤身一人留在了这个陌生的城市，是因为我觉得他值得。可笑的是，5年里他从不拒绝我，甚至总是在我退缩时再给我一点希望。摸着我的头，笑容明媚对我说：“小夏，要继续努力呀。”努力什么？不言而喻。今天江石彻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，第3个我才接到，满心欢喜，却得到一顿劈头盖脸的指责：“周夏，你在做什么？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接我电话？什么时候那么温柔的一个人也变得这么不可理喻了呢？”我发烧整整1天，一点精神都提不起来，浑浑噩噩的。我还没等我说话，就被打断了。你来我家，把钱钱带去医院看看。我有些急了。钱钱怎么了？江石彻声音顿了顿，可能是觉得不好意思，声音小了下来。我不小心踢了他一脚。为什么？钱钱平时很听话呀，他总是乖乖的用头蹭人撒娇。我没想明白，也不自觉地问了出来。他挠了冉冉，我要带冉冉去医。听到名字，我一股无力感席卷全身，自嘲地扯了扯嘴角，没听他说完，就随手挂断了电话。许嫣然这个名字最近频繁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。江石彻身边的朋友说，许嫣然和江石彻是高3时在一起的，因为父母都不同意，一个出了国，一个在没有谈过恋爱。他们还说不能在江石彻面前提起许嫣然，那会让他情绪失控。而这些我也是才知道不久，因为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。现在许嫣然回国了，他们2个一定会破镜重圆的。他们2个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我不再感兴趣了，也不会再感兴趣了。等我回家的时候，看着钱钱还躺在航空箱里，可怜巴巴的眼神，忽然鼻子一阵酸涩，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滴落。倒不是因为江石彻，只是为自己感到不值，为自己过去的5年感到不值，也为钱钱感到后怕。眼泪用袖子擦了又擦，根本止不住。又怕钱钱觉得疼，伸出手去摸摸他的小脑袋。我根本不敢想，如果我再晚去一步会怎样。医生说钱钱肋骨断裂，扎进了内脏，导致大出血。江石彻这一脚根本就是往死了踢他。我边哭边拿出手机，眼泪滴在屏幕上，整个手机都不受控制了，握着手机的手用力的泛白。等情绪稍微缓和了一些，我才把电话打来出去，几乎是刚打过去就被接通，那边声音懒洋洋的。怎么了？还能想起听见我的抽噎声。牙牙立马转变了态度，严肃起来。谁欺负你了？是不是江石彻那小子？我早就跟你说他不是什么好人，劝你也不听。你说你什么时候能听话呀？我握紧了电话。牙牙，钱钱受伤了，他好可怜。
我想带他回家，我不想在这待了。我给你订机票，明天就回来吧。不行，牙牙咬牙切齿的，恨不得把我脑袋敲开看看什么成分。周夏，你长脑子没有？你是不是让人给下降头了？我吸了吸鼻子，解释道，钱钱伤得很严重，等他好一点了，我就回去跟他描述了事情的经过，可能是怕我伤心。他也没再说些什么，只是嘱咐我好好睡一觉。我把自己蜷缩在床上，把脸埋在双腿间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太累，居然睡了过去。一大早上就被急促的开门声吵醒了，感冒加上大哭一场，头昏脑胀的，磨磨蹭蹭的去开门。我顶着没梳的鸡窝头，顺着猫眼往外看，是江时彻。他靠在墙上，眉头轻皱，神色有一丝不耐烦。我条件反射就想往洗手间跑，现在自己的样子一定很丑。走到一半，我又过去退回去，把门打开了。要是平常，我早就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自己，用最完美的形态出现他面前了。可是现在，我却觉得一切都没必要了。我想都没想就拉开了房门，他整个人风尘仆仆的，满眼血丝，看起来很是疲惫。看见我时，有一些心虚，却还是抱怨：“我给你打电话，怎么不接？”我扬起手机看了眼，随后有些无奈地摊开手：“关机了呀。”似乎是不想站在门外，他往我面前走了2步，我侧身拦住了他：“你有什么事就说吧。”他诧异的目光看向我，有些不可思议：“周夏，你现在在跟我闹吗？真可笑。”到现在，他都觉得我在和他闹。像是想到了什么，江时彻的情绪又舒缓起来，语气柔和地说：“我知道这次是我不好，事发太突然了。钱钱怎么样了？什么叫突然？是他不喜欢我叫突然，还是说钱钱脑许因染突然？又或者他没有第一时间带钱钱去医院，而是叫我去，是突然？不想跟他计较太多。我暂时没事了。”江时彻松了一口气，他说：“那没事，我就把他接回去吧。钱钱伤还没好，不能动，还是我养吧。”言下之意就是我不想再把猫给他了。我没想到你是心思这么狭隘的人，钱钱又不是。他还要说话，却被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，声音立马温柔的不像话：“乖呀，我一会就回去。一只猫能有什么事？过几天它就又活蹦乱跳的了。你别担心，没事。”在他挂断电话，我才说话，毕竟不能毁人一段姻缘，还是要有一些自知之明的。你真是可笑。闻言，江时彻湛黑的双眸冷了下来，说起话来也让人难堪。所以，周夏，你现在是因为冉冉在跟我生气吗？你的喜欢就这么廉价？听着他的话，我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。原来他一直都知道我喜欢他，也知道我是因为许嫣然才疏远他的。那为什么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？逢人就说我是一个很好的妹妹，在我们2个人之间周旋，会让他很有成就感吗？我忽然发现我看不透他了，或者说我从来不了解他。我后退一步，嘴巴张张合合，不知道说些什么。生你大爷的气，你当你是个什么东西？真是小刀辣屁股，开了眼了，什么人都有。牙牙拎着个行李箱，毫不客气怒怼江时彻。江时彻一下子愣了几秒，可能是从来没有被人这么说过。他反应过来，忍着极大的怒气，额头上的青筋暴起，问牙牙：“你是啊？连我最好的朋友是谁都不知道呢？”也对，江时彻向来不过问我的事情，一直都是我在他身边讨好一切跟他有关的人。牙牙嗤笑一声：“你说我是谁？你妈都不认识。”逆子！江时彻指着牙牙，又指我，气得说不出来话，一向风光霁月的脸红了又黑，像个调色盘。牙牙拉着行李箱撞开江时彻，留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智障门隔绝了江时彻盯着我的背影时越来越暗沉的眼神。进屋后，牙牙抿着唇，一脸的不高兴。我可怜巴巴地拽住他的袖子，来回晃悠。牙牙，
你怎么来了？我都没去接你。牙牙伸出一根手指，在我额头上点了点。我不来，你不得让人欺负死。你怎么回事？你不是挺厉害的吗？我被他说得不敢吱声。喜欢一个人好辛苦啊！我的睫毛颤了颤，猛地抱住牙牙，开口就是哭腔。牙牙，我不想待在这了，我再也不想看见江石彻了，我难受啊，像是要把这几年的委屈都哭出来。一直到晚上，我的情绪才稳定下来。后来的几天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江石彻觉得没有面子，他一直没有联系过我。哦，也对，他从来不需要找我，都是我找各种借口待在他的身边。我把钱送回家，让妈妈帮忙照顾着，然后就和牙牙去了机场。飞机马上要登机了，我还是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。牙牙垂眼扫了我一眼，就是出国散散心，你摆出一副伤寒离别的样子干嘛？我摇了摇头，叹了一口气，我只是舍不得我待了5年的这个地方，估计以后也不会有机会回到这个地方了。随着飞机的起飞，看着窗外广阔的天空，忽然心情一阵舒畅，就像束缚在身上很多年的枷锁消失了。我和牙牙都不知道，飞机起飞时，江石彻刚好站在我家的门口。不过一切都太迟了。下了飞机，我看着一步一步向我走来的男人，有些懵。我拉住牙牙的手问：牙牙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一年哥怎么在这呢？我和牙牙上初中的时候就认识了，因为他初中居然还在换牙，我就一直叫他牙牙。爸爸妈妈工作也忙，我就总去他家玩。当时和许一年好像还挺熟的。在我高2那年，他就出国了。我哥都在这待了6年了，是7年。许一年皱着眉纠正他。牙牙小声嘟囔着：6年和7年不都差不多吗？有什么区别？他很自然地接过我手里的行李箱。还没吃饭吧？我带你们先去吃点饭。我点了点头，跟在他后面。说实话，这么长时间不见，再次见面却是因为我要失恋，需要散心，还挺丢脸的。不是，哥，你不管我的死活了，我还拿着这么多东西呢。牙牙2只手拎着满满的东西，跟在我们后面。累了，一会就吃饭了。我没忍住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一抬头就对上许一年的视线，这么笑他亲妹是不是不太好？我猛地低下头，克制地压了压嘴角。说是带着我们去吃饭，倒不如是说看着我们2个酒鬼。我搂着牙牙，一杯接着一杯地喝。牙牙，你说江石彻是不是有病啊？对，他就是有病。我他妈是翘嘴呀，居然往死里吊我！呜，我真是要哭死了。牙牙拍了拍我的后背，试图安慰我。忽然他眼前一亮，手指往前一指：哎，夏，你看你对面是不是坐了一个帅哥？许安月，你给我适可为止啊！许一年出声警告。酒精作祟，我根本看不清人脸，揉了揉眼睛，还是只能看见五官的轮廓。好像是挺帅的哈。哟呵，牙牙，帅哥还叫你名字呢？说着我直接哭出了声，而且还越来越大声。怎么牙牙认识这么帅的帅哥我不知道啊？给许一年吓得直接坐在了我旁边，拿纸替我擦着眼泪。夏，你哭那么大声干什么？小点声哭，吵到我耳朵了。牙牙趴着桌子上，不满地冲我喊着。我看不清帅哥的脸，我伤心一下不行吗？真是的，本来就难过，现在更难过了。凶什么凶？许一年，你们2个这样多冒昧啊！我一只手揪住的他衣领，另一只手就往他的脸上摸，胡乱地摸来摸去，手感挺好，好像碰到了一块特别软的东西，像个布丁一样。想尝尝？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我的唇已经贴了上去。刚碰上的时候，耳边还响起了牙牙的惊呼声。我靠，我刚睡醒，就看见牙牙放大版的脸。我把他推远点，你干什么？一大早上的，吓死我了。他笑得贱兮兮的。你还记得你昨晚干什么了吗？我没干什么吧？我记着我酒品挺好的，
我试图回忆一下，脑子里闪过一个片段。我去，不是吧？有些不确定的开口，我是不是吐了你哥一身？就这个，你再想想，想不起来了吗？我简直是小小的脑袋，大大的疑惑。还干什么了吗？牙牙满是胶原蛋白的脸都笑出褶子了。你抱着我哥就是不撒手啊，又亲又摸的，亲完嫌弃我哥嘴不甜，还说什么让我哥别工作，你养他，哈哈哈，还让他给你爱，你干嘛呢？怎么不说话？我跪在床上，脸埋在被子里，别管我，我的城堡已经快要抠完了。许安月，要不是被牙牙硬拉着，我是饿死也不会出卧室门的。我硬着头皮坐下，时不时的偷偷看一眼。快吃饭吧，一会带你们出去玩一玩。他语气非常的轻松，看不出来生气的迹象。我稍稍松了一口气，看来问题不大。再次接到江时彻的电话已经是2个月后了，微信已经给他拉黑了，倒是忘记了手机号这个漏网之鱼。周夏，你居然把我的微信拉黑了。算了，我原谅你了。啊，听着他说的话，我一头雾水。我知道你一直喜欢我，可以在一起，但是他没说完就被我打断了。不是，你有病吧？有时间就去做个检查吧。这是我第一次骂他，但我的直觉告诉我，绝对不是最后一次。在他身边当了5年温柔乖乖女，还是做回自己的感觉好啊。夏夏，去洗手，吃饭了。许一年靠近我，骨节分明的手递给我一盒牛奶。周夏，你在哪？怎么会有男人的声音？江时彻暴躁地怒吼着，不愿继续听他的指责，我反手就是挂断拉黑。许一年一脸歉意地看着我，不好意思啊，是不是打扰你了？只是到饭点了，我怕你饿。怎么会有人在这个时间打电话呢？我眨眨眼，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咧嘴一笑，没事，就是个骚扰电话。今天吃的什么呀？那应该不是蘑菇，他调侃我。我撇了撇嘴，要不是蘑菇，我早就回国了。就因为吃了将近1个月许一年做的饭，心血来潮，我也想给他做一顿。炒蘑菇的时候，我打算先让牙牙帮我试试好不好吃，结果牙牙特别嫌弃我的厨艺，叫来许一年，语重心长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哥，这是夏夏人生中第一次做饭，这第一口你一定要尝尝。我还记得他把菜吃进嘴里时，眼眸特别亮，结果我一个转身的功夫，他就倒在地上了。许一年因为食物中毒住进了医院，这一住就是23天。本来是我和牙牙一起照顾的，可是在许一年醒来第1天，牙牙就回国了。你看他眼睛都睁开了，肯定是死不了了。我就先走啦，我不肯，他就可怜兮兮地跟我说，你知道的，我从小就没上过班，总不能给他一个人扔在医院吧，毕竟罪魁祸首是我。真的想不明白，平时明明身体素质很好的一个人，怎么会因为食物中毒住这么多天的院？每次我看着他生龙活虎的样子，就想带着他出院，可是一到办出院手续的时候，他就说他不舒服，什么胃疼、脑袋疼，最离谱的是他居然说他低血糖走不了路。没办法，我只好留着医院继续照顾他，甚至最后几天都是我躺在病床上了。我半靠在床上等着这输着葡萄糖的许一年给我削的苹果吃，随口一说，等你好了我就该回国了。许一年削苹果的手一顿，随即把苹果放在桌子上。他起身靠过来，用一种很虚弱的语气跟我说，夏夏，你起来，我要躺一会，我手疼。闻言，我赶紧起身，抓起他的手就看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割到手了？我看看，怎么突然就这样了？是不是有点太虚弱了？翻来覆去看了一会，发现一点伤口都没有，有些疑惑地抬头看他，发现他脸上都有点不正常的泛红。于是我又把手放在了他的额头上，奇怪啊，没有发烧啊，怎么脸这么红？我没事，就是天气挺热的，
手有点酸。许一年把手从魏手中抽出来，不好意思地轻咳一声。注意到他的动作，我才后知后觉过来，什么乱七八糟的话，根本就是害羞了。我不自在地理了理头发。夏，怎么了？你压到我针管了，我去，都回血了。总之，许一年还是顺利出院了。真的不能再买了。自从知道我要回国，他就拉着我买这买那的，说我出来玩当然要带点东西回去。和许一年一起相处的这些天，真的很愉快轻松，而且我们的喜好也高度契合。我们说说笑笑地往前走，却没想到看见了最不可能看见的人。江时彻满脸倦意，一把拉住我的手：“小夏，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好久？”他的语气逐渐放软：“你不在我身边的这2个月，我才意识到，原来我一直喜欢的都是你。怎么，难不成你放下你的冉冉了？”我抽出手，嘲讽道。他深吸一口气：“小夏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们现在只是普通朋友。小夏，听话一点好不好？真有意思，难不成让我当做什么没发生？继续像个舔狗一样喜欢他？我已经用了5年的时间试错了，难不成要让我的家人、朋友继续为我担心？家人、朋友，哪一个不比虚无缥缈的爱情重要？”我看着他，觉得心底的悸动彻底不见，释然地笑了笑：“江时彻，我不喜欢你了。”江时彻看着我，忽然红了眼眶：“怎么会呢？你明明都喜欢我这么时间了。”他一身颓败之气，哭着跪在我面前说：“求你别离开我。”却被一旁看热闹的许一年眼疾手快地扶了起来。许一年一把搂住我，轻蔑地看着他：“宝宝，他是谁啊？这还没过年呢，怎么就跟我女朋友要上红包了？”不得不说，这人真会演戏。我心领神会地靠在许一年身上：“我已经有新的生活了，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了。”没再理会他，径直回了家。江时彻一个人僵在原地，像是受了巨大打击。我连头都没回，他又是在给谁做样子？不过是自我感动罢了。我坐在沙发上看狗血剧，就因为一碗粥，真的是气死我了。许一年告诉我，那个人已经在楼下站了1晚上了。拉开窗帘，我看着江时彻站在树旁，雪落在他的身上，显得格外孤单。本来就烦，现在看见他更烦了，感觉自己之前就是眼睛长后背上了。他很穷吗？啊，我还以为他没钱住酒店呢，衣服也穿得这么薄，这很难评啊。我还是下了楼，他那么大活人一直站在楼下，出点什么事再赖上我。看见我的出现，他的眼睛瞬间变亮，我就知道，小夏，你一定不会不管我。我上前一步，扇了他一巴掌，巴掌印清晰地出现在他脸上。他抿着唇，拳头握紧又松开。你知道吗？一看见你，我就能想起钱钱满嘴是血的躺在地上。他孤零零地躺在地上，我有些哽咽。那么小的一只猫，甚至不知道等待它的，不知道是不是死亡。对不起，小夏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他无力地道着歉。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了，我男朋友会吃醋的。我示意他看向站在窗边的许一年，注意到我的视线。许一年立刻咧开嘴笑，看着就不太聪明。江时彻的脸一下子血色全无，他的唇蠕动着，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挽回。我叹口气，时间是向前走的，我也是一样的，没有人会一直在原地等的，除非是傻子。快要睡觉的时候，我把窗帘拉开了一些，一个身形高挑、落落大方的女人站在他身边，是许嫣然。她可真漂亮啊！不知道她说了什么，江时彻忽然颓废地跌坐在地上。许嫣然想去扶，却被一把推开。我猛地把窗帘拉上，严丝合缝。真是晦气，距离真是一个好东西，能让人看见自己的内心，可是产生了就再也回不去了。我本以为江时彻会放弃，可还是低估了他。
我回国时，他开始不停地给我寄快递，一开始是钱钱的猫粮和罐头，让许一年拿去喂流浪猫了。这家伙直接不装了，和我摊牌说他喜欢我。被拒绝后，又跟个没事人一样，在我身边谎美名其曰地帮助他造福社会。江石彻到后来开始送我名贵的化妆品和当季的奢侈品，这已经极大地造成了我的困扰了。我把他从黑名单里拉出来，电话打通，那边传来惊喜的声音：小夏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知不知道这样很烦？我劈头盖脸地指责他。对不起，我只是想像当初跟在我身后一样默默守护你。他的声音慌得不成样子。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5年里，你每一天都有无数次机会。我声音淡淡的。5年，在我喜欢你的5年里，你喜欢别人5年。哦，对了，不止5年，是7、8年吧。我现在只喜欢你。对面着急地辩解着。我没理会，自顾自地往下说。你心里有别人，所有人都瞒着我，你们看着我是不是都觉得滑稽？看着我为你做的一切，是不是也会成为你们的饭后闲谈？江石彻压抑着哭声。没有，就算没有，我也会这么想。跟你有关的所有东西，无一不显示我这5年就是个笑话。小夏，求你别这么说，都是我的错。别再打扰我的生活，再有下一次，我会报警。我直接挂断电话，再次拉进黑名单。整理好情绪，我继续做旅游攻略。每次旅游都少不了许一年这个家伙。小时候怎么没看出来他这么难缠？我31岁时嫁给了36岁的许一年。牙牙哭得特别惨，我哭笑不得地安慰她：哭什么？我从闺蜜变成你嫂子，不是很好吗？彻底是一家人了。我就觉得谁也配不上你。如果他欺负你，立马离婚啊！咱俩第一好。我哥他怎么敢的？牙牙抱住我，在我耳边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大堆话。那我还能不结婚吗？你哥怪可怜的，我已经拒绝他许一年7次求婚了。每次拒绝完，他也不气馁，还反过来安慰我：没事，夏夏，不用紧张，那一定是我的方式不对，看来我要好好准备下一次了呢。竟有种越挫越勇趋势。婚礼当天，我收到了一份匿名送来的快递，里面是一件黑色婚纱，还有一张有着99万的银行卡。几乎看见婚纱的瞬间，我就知道是谁了。记得曾经陪江石彻去出差，路过一家婚纱店，我说婚纱真漂亮，黑色的好像更漂亮。这些年我也偶尔会听到他的消息。有我们共同的朋友跟我说，他一直没谈恋爱，别人给他介绍相亲对象去时，他也会拒绝。问他为什么，他就会说有喜欢的人了。问他是谁，他又不说了。也有说他疯狂的工作，很少闲下来。后来渐渐的时间久了，他们见我真的不感兴趣，就不再提起他了。看见里面的东西，许一年期的眼睛都气红了，捧着箱子就走了。其实江石彻不知道，我最喜欢中式婚礼。婚礼典礼时身上的是凤冠霞帔，婚后第2年我就怀孕了，可能是在孕期就是比较敏感啊。当然了，不是我敏感，是许一年比较敏感。就比如现在，这是我第 N 次跟他保证我一点也不喜欢江石彻了。我不信，那为什么会追他追了5年，他委屈的眼睛都红了？我追了你那么长时间，你都不同意，果然太容易得到的就不会太珍惜。主要是你是牙牙的哥哥。怎么了？你跟牙牙长得太像了，感觉和一个男版的牙牙谈恋爱，太变态了。都是借口，你就是不爱我。许一年像是个被渣女伤害的小可怜。我无奈地扶正他歪过去他的头，在他唇角上亲了亲。最爱你，只爱你，真的。闻言，许一年的嘴角上扬。那我和孩子，你更爱谁？我一拳打在他的肩膀上，有些恼了。许一年，你给我适可为止啊，都快40岁的人了，幼不幼稚？错了，老婆。他又笑嘻嘻地凑过来抱住我。
那可以再亲亲我吗？看见他眼睛亮亮的，特别期待的样子，我就拒绝不了。于是我又在他唇上又亲了亲。我依偎在他怀里，听着他在我耳边呢喃：许一年爱周夏，永远爱，总有人心怀满腔热忱，为你而来。全文完番外。许一年第一次见到周夏，她才上初一，是我妹妹新交朋友。小姑娘看起来软糯糯的，叫起哥哥甜甜的，可不知道比只会告状的自家妹妹强了多少倍。太可爱了，我总想逗她玩，于是喜欢在心底疯狂增长。小姑娘太小了，我不能吓到她，就只好偷偷地藏起自己的感情，还是被我妈发现了。她痛骂我一顿，问我能不能停止我那龌龊的思想。她说小姑娘才上高一，确实我不能影响她的未来。我点点头，示意我知道了。可是这怎么可能忍得住？我开始暗搓搓地搞事情，我时常试着蛊惑小姑娘抱抱我。可恶，又被我妹告状了，这个烦人精。我妈最终忍无可忍，在周夏高二的时候把我送国外去了。她说为了保护好周夏，就得让我滚得远远的。所以我等了又等，直到她上了大学。等我忙完工作，她都已经大学开学1个月了，我连夜订了机票赶回去。到学校的时候很早，我看到周夏满是笑脸的把手里买的早餐递给那个男生，他眼里的笑一收都收不住。我几乎是逃似的回到了国外，想着再也不要喜欢他了，可是我还是忍不住到处打探他的消息。5年，整整5年，这丫头居然追了这男人5年，什么时候他也能看看我呢？别说5年，就是5天我也直接答应，不，5秒钟。唉，算了，5秒钟也好漫长啊，还是我来追他吧，可算是有机会了。当我听见我妹妹说我在国外待了6年的时候，我忍不住纠正她，明明是7年，我们7年都没有见面了。嘿，真好，食物中毒了。近距离接触23天，情敌都追到国外来了，我很慌，但是问题不大。追了下3年，成功了，我们在一起啦！哈哈，哈哈哈，哈哈哈哈，我们在一起啦！下一步就是娶她回家，实在不行我就入赘，关键时候不能要脸。前在和周夏躺在床上睡觉，我正忙着给儿子换尿不湿呢。夏的手机响了，我低头看了一眼，内容是祝你幸福，我很爱你，什么鬼？果断放下手中还没换完的尿不湿。我和孩子也很爱我老婆，我是这样回复的。回复完，我果断按了删除键，这种垃圾短信就不劳烦老婆大人亲自清理了。听到动静，周夏眼睛半睁眼问我怎么了。我俯下身抱住他，脸不红心不跳地说，你手机是不是没下载全民反诈 app？ 好像没有。那我给你下一个，刚才你手机都进垃圾短信了。哦，周夏没太在意，又继续睡过去了。我笑得一脸险恶地继续摆弄他的手机，让我最近看看有没有一些不要脸的东西勾引我的亲老婆。什么味啊？怎么有点臭啊？四处看了看，结果一低头发现许朝这个傻小子还冲着我笑呢。我去，就顾着手机了，尿不湿忘记换了。有些心虚，又看了一眼周夏，松了一口气，幸好没醒，要不然可就要挨骂喽。